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终于要做越南的 vlog 了。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一开始是河粉来接待我们过去酒店，在去酒店的途中，我也是拍摄到了一些路途上的风景。这个是我们前往酒店的时候看到的街道，他们的街道很有特色，建筑物都是窄窄长长的，都有不同的高度。行人道上也会看到不少的小贩。那我们去越南第一餐就是吃中华料理，没错，你们没有听错，不是吃越南的特色美食，而是中华料理。因为河粉阿 Vix 他们好像是跟策划约了吃饭啊，然后我们原本也是去那间餐厅吃，就变成大家都在一起吃饭。我也是去了越南才知道，原来他们也是有12生肖的概念啊。看到街道有不少关于新年的一些装饰啊，有关于生肖的装饰。在吃饱喝足了之后，就去体验 SPA， 这个是正常的 SPA 啊，不是那种什么奇奇怪怪的 SPA。之后酒吧和纠姐他们就回去酒店了，然后我就走路过去跟策划见面，路途中还拍了这张照片。在跟策划开会结束之后，我就回去酒店打 KVK 了。没错，我出来旅游我还要回去打 KVK， 因为基本上2489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会出来的，所以我要把握那个时间去打架。但同一个时间，酒吧纠姐他们全部都跑去吃饭了。在他们吃完结束之后，还去 KTV 唱歌。从这张照片上，你们也可以看到阿 Vix 有多么开心了。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他们就是一直喝酒，还有唱歌。接着就到第二天早上了，我们要去找早餐吃，找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。当然少不了越南河粉，这个是牛肉版本呢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这间店算不算是正宗的越南餐厅啦。看到蛮多外国人呢。这碗炒饭是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，它里面有一些脆脆的，我不确定是什么东西，有点像虾米的感觉。还有越南的特色面包，他们是用法国面包加肉，最后还点了一个豆腐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布丁来的，上面放了一些椰片，然后有放珍珠豆腐，有一点点姜的味道。在吃饱之后，我们就去逛街啦，看一下越南的街道是怎么样的。从画面上你们也可以看到，越南那边真的是用蛮多摩托车的，有点恐怖哦，他们的交通。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旅游区才这样子啊，可以看到街道有很多这种小贩，然后建筑物就很有特色，突然之间会跑出一个不同风格的建筑物，不像马来西亚的全部建筑物都是一样的。那个马来西亚同一个共同点就是路面很烂。有好几次我们在逛街的时候都差一点跌倒，它有一点上下起伏，有一些地面是翘起来的，所以不是很安全。那我记得这条街是日本区啊，里面有很多日本的食物。还路过看到有一家在烧鸡滚，他们的摩托车使用率有多高，你们看这条街道就知道了。那想到越南就会想到越南的帽子，我以为只是一个当地的特色而已，没有想到真的有人戴，而且戴的人还蛮多的。像一些小贩啊，他们需要遮阳的时候就会戴，还有他们路边的一些桌子椅子全部都矮矮的，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桌子椅子都是正常的尺寸，所以会拍这个画面主要是觉得它这个餐厅有点特别，在门口那边放了水母。接着我们就去咖啡厅了，听说越南的咖啡也是很特别，也买了一些咖啡豆回去。接下来的画面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已啊，因为酒吧和纠姐他们又跑去 SPA 了，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 SPA 那边了，所以我就自己去逛街。我就逛了一下越南的商场啊，他们的商场其实有一点小，不懂是不是我选的那个商场比较小，然后大多数看到的都是一些外国的品牌，还有到处去逛逛，越走越远。也可以看到越南的路面啊，也是有这种造型啊特色的。一般我们的路面都是铺砖块而已，这里看到每一个店面的宽度都是一样的。后来实在走不动了，我就直接叫车，刚好有经过越南的车站。到达了之后，我也是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路面情况，可以看到其实车子真的很少，但是摩托车真的超级多，而且我发现到就算是红灯了，有一些摩托车还是会走的，所以你们过马路的时候自己要小心。在逛完之后，我又回去 SPA 那边找纠姐跟酒吧，然后我们又走路回去酒店了，看到外面还有卖椰子的。在回去的途中看到这辆3轮车，这个好像也是越南的当地特色，乘客要坐在前面车包的位置，然后后面就有那个司机在踩3轮车。这个我就没有体验过，因为当时我们去越南还蛮晒的，我怕会被晒伤。那到了晚上，各位也知道了，我们就去越南的线下见面会，基本上去那边就是吃吃喝喝，然后拿了一大堆的奖励回家。接着我们去网吧那边打黄厅，又有宵夜吃。接着来到了第3天，我们又去找早餐吃了，也是走了很远了。然后我们来到了越南的市中心，这里的建筑物特色又有一点不一样了，这里的路面也比较起之前好很多。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间法国餐厅，吃了我们的早餐。越南的法国餐真的是便宜又好吃。
接着我们去到越南的一个市集啊，里面卖蛮多越南特色的一些纪念品，或者是旅客来到越南一定要买的东西啊，全部都在里面了。里面有很多个小店面，因为我姐姐也是委托要我去买一些东西啊，咖啡豆啊，还有越南的特色灯笼。那从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越南的市集是长什么样子的，而且他们的咖啡豆也是蛮出名的。不过我本人不喝咖啡啦，我也是去买了灯笼啦，越南的灯笼也是很漂亮。老板一直强力推荐，结果我买了一大堆的冰箱贴。因为我们逛完市集之后有一点累啊，所以我们就去找了附近一间咖啡厅。这个是我们所点的饮料，我不喝咖啡啊，所以我就点了果汁。然后就结合酒吧，又跑去做 SPA， 又跑去洗头。那我就没有陪他们过去了，我就回去酒店陪伊娃，因为伊娃当天不太舒服。应该是说皇庭开放之后几个小时，他就开始有点不太舒服，回去酒店了。然后我就跟伊娃吹水，吹到傍晚，我们要吃晚餐的时候，我们选择了一间日式料理餐厅，然后点了一大桌子的菜。不过吃起来那个味道呢，确实跟我在马来西亚吃的有一点不太一样了。但是跟正宗日本的餐厅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就不清楚，可能下次我去日本的时候再体会一下。最后来到了第4天，也是我们要回去马来西亚的日子。在回去之前也是拍了最后几张照片。这个是我们酒店门口的那个小贩，他是卖饮料的，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他那个椅子真的有点矮。应该是说在我的认知里面，这个不叫椅子，这个叫凳子。他们摊贩的桌子啊，设备全部都是矮矮小小个的。最后就是越南的建筑物，听说他们的建筑物宽度是有限制的，但是长度跟高度没有限制，所以才会看到他们的建筑物呢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。在机场那边买了一些早餐来吃，但是我真的告诉各位，你们不要在机场那边吃东西，真的很贵，而且全部都是以美金来计算的。最好是在越南的市区先吃了一些东西之后才过去机场，机场的东西真的很贵。也可以看到越南的机场其实就在他们的市区附近而已。最后就是跟越南说拜拜了，这边顺便做一个总结吧。其实越南是很值得去旅游的，他们那边的东西价格不会太贵，也很好吃。那我最满意的就是越南的芒果真的很香很好吃，他们的食材全部都是很新鲜的，当地人也是很有热情。当我迷路啊，又或者是我要去找一些东西啊，就问他们，就算他们不会英文也好，也会想办法跟你解释说应该要去哪里。还有像我前面所说的，越南的马路真的有点危险，他们的摩托车很多，车也是不少。像摩托车就算是红灯，它也是照样走的，所以有一些游客就不太敢过马路。路边的一些小贩又或者是越南的当地人就会跟你讲，快点过，快点过，会跟你讲什么时候应该要走，或者是你直接跟着越南当地人过马路就可以了。而且越南河粉确实很好吃。我最后还是要说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去越南的目的主要是参加线下聚会，所以没有做太多越南旅游的攻略。希望下次可以安排好时间慢慢过来旅游吧。回去的飞机餐真的很难吃。我回去马来西亚第一件事情就是快点去吃椰浆饭，我真的很想念马来西亚的辣椒味道。越南的辣跟马来西亚的辣有点不太一样。我还另外点了一份炒面，我们马来西亚叫 Maggi Goreng。我本来还想要点不带的，但是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，所以就没有点了。以上就是我们越南线下之旅。至于莉莉丝给了我什么纪念品啊、奖品之类的，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，我可能另外再做一个影片分享吧，因为他们给的真的是太多了，一个影片讲不完。还有一些伊娃另外分享的照片。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